姐，张嘴。姐，工作可以很苦，但我们心情必须甜，甜不甜？喂，小两口，偷窥呢，别半路把幸福给弄丢了。活在他乡不容易，安全第一。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心脏问题？没吃出什么事来？叫救护车呀！时间5点20分，地点天街楼下，阿姨突发疾病倒地，我将全程录像作为证据。谢谢你，孩子。能麻烦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您说。1881640。喂，你是儿子吗？你母亲晕倒了，辛苦来接一下。好，我马上到。您的订单即将超时，请尽快配送。阿姨，我得走了。写字楼的牛马们还等着自己买的咖啡续命干活，给老板买保时捷呢。去吧去吧，我没事了。老五，调查一下刚才那个陌生号码，看结婚没？没结婚的话，带他回云锦。回家睡觉，等睁开眼。唉，又会是一模一样的一天。谁把我东西全扔出来了？阿浩，你也被房东赶出来了？不对啊，那房子是我们买的，还有没有王法了？谁啊？谁这么大的？我。什么意思？当然是分手了。分手？哦，原来是分手。可以，没问题。但你把我东西扔出来干嘛？表妹，既然分手了，就别那么没脸没皮的，继续住在前男友的房子里。我们要拿来当婚房吗？这40平的二手房是我跑了3年，我还没付的首付，按月在交房贷。你有证据吗？这行本上写了你的名字吗？他们说办房产证的事交给你一手去办，在这儿等着我是吧？别扯过去的事儿了，没意思。好聚好散，行不行？小雨啊，表姐呢，知道你分手痛苦，但你温饱都成问题，就少在意情情爱爱。她跟我已经好了半年零3天，她不忍心伤害你，一直没说。但我肚子显怀了，实在瞒不住，我们也没办法。小雨，就这么着吧。你是个乐观的女人，这点小事儿对你也不存在影响。我他喵的，我打你！哎呦！夏小雨，你怎么打人啊？打人？我哪里打了？我是用脚踢的吗？哎呦，我的孩子！夏小雨，我从来都不打女人，但你太过分了。
怎么，作为男人脸都不要了，还真跟女生动手？你他妈谁呀？滚开！这是我们家务事，外人不要插手。嫂子，你结婚了？啊？什么？我哪里结婚了？不对，我什么时候成你嫂子了？既然没结婚，那肯定就是我嫂子。二哥，不用给我面子，锤他！老五，你跆拳道黑带，还是你来吧。你不是道家第18代传人吗？用太极功夫，没外伤。你们到底他妈干嘛的？夏小雨，你好样的！该省省，该花花是吧？拿钱包男模。对啊，你们到底干嘛呢？赶紧带人走了，别浪费时间。妈还等着呢，我公司还有一堆事。哥，干嘛？你这样我害怕。到时候就知道了。把房产证给我，你就可以走了。这个房产证是我的，凭什么给你啊？二哥都说了，我跆拳道黑的，你怎么就不信呢？房本，我给你，别打了。我要你房本做什么？那你就找借口打你，欺负我嫂子，作死了你！他们到底是谁啊？看着好眼熟。肯定是请的男模，知道我要分手，故意秀给我看的。夏小雨玩丑小孩惯了，他干出什么来都不稀奇。男模，这些车可都不便宜。他不会真傍上什么大款了吧？都长得挺帅。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不是你们嫂子。我从来不会找错人。你叫夏小雨，今年22岁，毕业于三道口技术职业学院，特长是诗文朗诵，兴趣是喜欢交朋友，还有喜欢随身携带防狼喷雾，最好别用，否则这个车速我俩都会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信你没找错了。可是我老公到底是谁？我真没老公啊！你很快就会有了。说，刚跟管家打听了一下，夫人是给你们五兄弟找老婆。他到底给谁找的？这个你们五兄弟都没老婆，按理你是老大，从你开始。再往深了查查。喂，阿姐，今晚有拳击比赛，拳击比赛？不去，今晚有更大的事儿，比打架还刺激。我要有嫂子了！你们玩你们的，挂了啊！什么情况？别怕，不会解剖你的。大哥，你这么说我更害怕了。到底要干嘛呀？妈在等着，别磨蹭。嫂子，别看我大哥一脸严肃，很疼人的。啊？你的意思是，那位是我莫名其妙空降的老公吗？总不能是我吧？我才刚成年呢。云翔，你少说两句。能走动吗？不然我帮你。啊不，我能走。放心，
怎么进去的，怎么把你送出来，不会少你一根头发，我保证。二少爷，好吃的再去准备些。对，就放这儿。这是招待小雨的，你急什么？好家伙，你这次是认真了。那不然呢？妈，小雨到了。二哥，阿姨，怎么是你啊？小雨，路上辛苦了。我这3个不争气的儿子，没吓到你吧？有一点吧，就还好。妈，我可是尽量温柔了，你得说说老大，全程没效果。老大，干嘛呢？啊，妈，我2个小时后的飞机去江城，那边的项目出了点问题。让别人去吧，家里来了贵客，有什么事儿比他还重要啊？妈，工作上的事儿不能耽误。大哥，你别临阵脱逃啊！你少说2句，看热闹不嫌事大是吧？妈，出什么事了？把我姐姐从外地叫回来。家里出现陌生女宾，倒是难得一见。阿姨这么多儿子。小雨，快坐。阿姨，我送了1天外卖，裤子脏。反正这沙发明天就换洗了，没事儿，坐。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有件事儿要跟大家说。小雨，别紧张，接你来呢，一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这2嘛，阿姨有个不情之请。阿姨，您说。阿姨真的很喜欢你。你看我这5个不争气的儿子都是光棍，要不你从他们里头挑一个当老公，然后给我当儿媳妇，怎么样？挑老公？挑老公？小雨，阿姨，这不行，这太离谱了！才第1次见面，这怎么行？竟然不是给大哥预选的，还有我的事儿！完蛋，我可不想结婚。怎么不早告诉我是相亲，我就找借口不回来了。我也刚知道，妈故意瞒着呢。阿姨知道这很突然，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当多认识几个朋友，跟他们先接触接触，熟悉熟悉。万一以后看对眼了呢？来，阿姨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老大云霄在公司做总经理，性子冷了点，但责任心重，当老公呢有安全感。老二云野看着吊儿郎当，但其实心思最为细腻，当老公一定很体贴。老三云帆，律师，是心眼儿，对自己要求高，当老公呢可以完全放心，在外面不会胡来。老四，医生，有洁癖，结婚后呢家务活儿他可以全包。欢迎来到云家，我看你有些营养不良，回头我给你开个营养餐。谢谢谢谢。老五刚大学毕业，自己开了2家酒吧，心性还不稳，但可能跟你最有共同语言。嫂子，你就别选我了哈，我还没玩够呢。那也要人家瞧得上你。对，小雨，你认真看看，看上谁我来拍板。如果实在都不入眼，那我就认你当干女儿。哥几个站好点儿，让我嫂子好好选。怎么办？我好像被架在这儿了。夏小姐，你抓紧时间，我真的还有重要的事要办。阿姨，我真的选不出，几位都很优秀，我就一个送外卖的。好吧，我也是急昏头了，他们一个个年纪都不小，就是拖着不结婚，我急呀！你既然都瞧不上，那就算了。抱歉，阿姨，我小雨，要不你跟我相处一段时间试试？二哥，你认真的？妈不也说了吗？相处下看看，
又不一定非要结婚，先当朋友也可以。小雨，你觉得呢？好，好，好，云野，那小雨就交给你照顾了，给她安顿好啊。走，我带你去客房。一个个的，有你们后悔的时候。大哥，大嫂还没有呢，二嫂催了，你得加油啊！老五，你疯了，找我大哥干嘛？还嫌他不够烦？我是真心为大哥好啊！来的路上都脑补跟他小雨的婚礼了，结果，你们也知道大哥工作狂，找个小女朋友谈谈恋爱也挺好的。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大哥又要焦虑了。为什么？他有强迫症啊，喜欢一切井然有序，变数是他最难受的，今晚估计得失眠。妈，这未免有些太儿戏了。说说看，妈哪里做错了？你说他在街上救了你一命，可你的身体情况，老四几乎每周出体检报告，绝不会有任何问题。没错，我是假装的，但无论我是不是假装，那么多人就他伸手帮忙，心地善良的判断，没错吧？可是，又何苦这么匆忙，在家里放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老大，这个家20多年没有增加家庭成员了，你们一个个的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而对当妈的来说，想抱抱孙子有问题吗？多少人家找上门来要跟你们联姻，我都拒绝了，就担心你们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受折磨。可你们自己倒是上心啊，去寻找爱情，外人都怎么说我的，你知道吗？说我生了一群对女人没兴趣的儿子。啊，您别哭，我错了，是我没体会你的难处，我心里有数了，你休息吧。我就要找儿媳妇，怎么了？我就要找。你们家连客房都这么大吗？大点住着舒服嘛。你把手机号码留我一个，有事你随时叫我。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我真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一下子都傻了。谢我哪次？在你家楼下，还是刚在我们家客厅？你还挺会记账，好吧，的确是2次。一句谢谢，谢我2次，听着就吃亏了。不过第2次不能算结尾。不算？那算什么？我是认真的。不是，你什么认真的？还真想当我男朋友？真没看上我？那倒也不是，只是我们才见一面啊。相亲不都这样吗？先看对眼，感情慢慢培养嘛。我看还是算了吧，你们家这么有钱，而且兄弟一大群，感觉当你们家儿媳妇会很累。你竟然没有担心你不配？财富的多少又不决定人格的高低，先富起来的人也只不过是时势造就而已。我为啥要觉得不配？彤彤，我待会儿让人送睡衣过来。阿姨说的还真不错，你确实挺细心的，谢谢。以后别跟我这么客气。晚安。于野，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开始对我感兴趣了？哪有，别臭美行吗？只是有点奇怪，他们都有职业，你没有。我是做投资的。我知道，投资家，华尔街之狼，拿钱生钱，斯文败类，现场最黑，一念之间，庄家吃的满嘴流油，散户流离失所。不是说你，没关系，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是承认了吗？完了，不是什么小妹腹黑男吧？完了，送外卖要迟到了。昨晚居然不是做梦。夏小姐，
你醒了，早餐想吃什么？我让厨房安排。我包子、油条有吗？可以安排，夫人交代过了，夏小姐这边的要求无条件满足。姐姐你别这么官方，没有的话家里有什么我吃什么。夏小姐真体贴。在大门大户打工也不容易啊。夏小姐，二少爷让我带您去换衣服。换衣服？我的外卖服呢？在清洗。好吧，能麻烦速干吗？我急着用。夏小姐，您看喜欢哪套？我帮你拿。这都是昨晚才采购回来的，我目测尺寸未必很准确，所以大概尺寸都让人拿了一些回来。也不必要买这么多，不就是换洗吗？放心，不喜欢的都可以退，没多大花销。我这人也没有乱花钱的习惯。要不你帮我挑吧，我有选择困难症，选择太多了容易昏头。不会这么巧，你也有选择困难症吧？有那么一点吧，一般我不做选择，认准了就猛冲上去。就他了。嗯，他离我最近，这就是缘分。这衣服真好看。衣服只是衣服，是人好看。你这情绪价值给的，润物细无声。是不是很奇怪？我从来没穿过裙子，有点鸡皮疙瘩。可以再换换看，感觉这不是你的上限，你应该更漂亮。别 PUA 我，我的意见仅供参考，别往心里去。毕竟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不太擅长这方面，乱讲的。他这条件怎么可能？不会是演什么纯情人设吧？换一套吧，就当豪门生活体验卡。奇怪，二哥平时都是最先起床的，怎么今天还没见到人影？昨晚他半夜出去了一趟，可能在补觉吧。我们家的新丁也还没来呢。年轻人较多，正长身体呢，多睡会儿没事。啊，妈，你之前说我身为年轻人要少睡点，这也太双标了。看得出妈是真喜欢这位夏小姐。妈，偏宠归偏宠，但成长环境决定了人的眼界、品味和处事方式。要融入云家，站在云野身边。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看，身份差距确实带来新鲜感，但只能短期维持，长期90%的概率都是悲剧。夏小雨从长相来说，实属一般般了。妈，早上好。阿姨，各位早上好。不好意思，陪小雨换衣服耽误了点时间。
妈，我车好了，先去公司了。大哥，再见。小雨、小二，过来坐。有点眼力见没有？妈，怎么了？你坐那边去，以后我左右的位置是小雨和你二哥的。啊，妈，我失宠了吗？你得过宠吗？谢谢。顺手的。二哥，你这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你二哥以前什么作风？你别瞎说，引起小雨误会。三哥、四哥，我完了，我没任何家庭地位了。老五，你得赶紧去找个女朋友回来给妈见见，不然你麻烦大了。小二，你坐小雨旁边来，妈在中间，影响你们培养感情。妈，你这真是心细如尘，我刚想跟你提。不行，这不行！妈，我申请让小雨重新选一次培养感情的对象。妈，我得去帮警察抓个人。妈，有个老年痴呆的手术我得做，我们就先走了。喂，三哥四哥，你们刚才看小雨眼睛都直了，就不想跟我一样重新选吗？我们可没这个想法。妈，好不好嘛？让小雨重新选一下下。滚！还有，要么叫二嫂，要么叫小雨姐，没大没小的。那个云帆，我能加一下你联系方式吗？你加就加，你看我做什么？谢谢。走啊，走。小雨姐，你就只加三哥吗？对啊，我有个官司想请教下他，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小雨，这是妈给你的见面礼。阿姨，这我不能收。纠正你2个地方，第一个，以后直接叫妈，不管你嫁给我哪个儿子，你必须是我儿媳妇。第二，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我未来孙子的，轮不到你拒绝啊。只有这些。夏小雨目前老家里只有一个母亲，父亲失踪，履历非常简单，只是她的父亲叫夏俊生。真的是他，俊生叔，怎么会这么巧？夏小雨竟然是他女儿。10年前，夏俊生身为云先生保镖，在云先生身亡之后，却离奇失踪。当年的案子尚未有定论，但是很多人传言是他所为。云家补偿了夏家100万，所以我没想明白夏小姐怎么会需要送外卖。季局长，不要跟家里任何人说，老二问题也一个字别提。需要安排人盯着夏小姐吗？不用，有人会盯着的。老二，难道你又先我一步发现什么了吗？否则怎么主动跳出来当他未婚夫？真好啊，做了一次豪门美梦，但梦总是会醒的。夏小雨，别眷恋，你的征途是逃为万千饥饿边缘的打工人。Go go go！ 干嘛去？出门也不说一声。我得赶紧接单，去晚了站长要罚我钱呢。什么？去送外卖。夏小雨，你知道妈给卡里多少钱吗？还惦记着外卖，认真的？卡我已经放到客房了，很感激你们收留我住了一晚，怎么能再拿钱？完了，小雨把黑卡留下，人不见了。我脸上有脏东西？夏小雨，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说什么？没什么，上车，我送你过去。不用了，太麻烦你了，
我自己可以坐公交车。不要见外，你就当这场豪门梦还没做完。你头顶我说话，腹黑男。阿强呢？我的阿强，那个不要脸的给偷了！怎么了？阿强是谁？我的电动车天天跟着我跑外卖的。跟男朋友分手没见你哭，一辆电动车哭成这样，可真有意思。对，肯定是陈浩，肯定是他把车卖了，这个混蛋！夏小雨，你有病啊！吵什么吵？我电瓶车呢？是不是你偷去卖了？谁偷你破车了？你不是跟男模玩去了吗？我当废品卖了。那是我买的。车上写你名了，赶紧滚！你这叫私闯民宅，你知道吗？我电脑呢？陈浩，我电脑你放哪儿了？你那些破铜烂铁正好有人收，卖了50块钱。卖了。里我熬了无数个通宵写下的剧本，那个谁让他在哪？就一个上门的老头儿，我哪知道去？我数3个数，给我交出来！我真不知道啊，你附近自己去找吧，别跟我耍横，我还不知道你有贼心没贼胆。赶紧走，待会儿慢慢醒啊。陈浩，把这个阿强还给我！江心小区附近找一个收走了一辆电动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废品老头，情况紧急，奖金10万。找不到人了，完了！先别急，我安排人再帮你找了。谢谢，真可恶！我当时怎么瞎了眼看上这么个玩意儿？看上？你追的他？也不是，他跟我家是邻居，从小一块玩到大。他读完大学打工，说是省钱，就非要跟我合租，稀里糊涂的就当男朋友处着了。反正打工人奢求什么爱情嘛，大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那也不能算男女朋友，顶多是舍友、室友。不知道，我一心挣钱，不知道算什么。走吧，跟我回去吧。我真不回去云家了，很多事等我处理。刚才要不是你拉着我，我已经砍死他了，我气死我了。我知道你有削减5部的勇气，不过为那种人不值得。我有更好的办法。云律师，情况就是这样，首付是我付的，贷款也是我在交，房子还能拿回来吗？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还在吗？都在的，我平时喜欢记账。那就没问题。那我该怎么做？小雨，把证据发给老三，接下来的事交给他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身边人打个官司好难。没办法，世道如此。云律师，您的律师费大概多少？我得先问一下。你看我干什么？据实报就好了，这是你业务上的事。我的律师费用一般是100万起。啊！我是刑案律师，你这种小案子，我手底下的人做就好，不到3000块钱。哎，那就好，那就好，不然律师费我都出不起。谢谢云律师。小雨，你先在外面等我。哦，好。案子你亲自来。知道了，二哥，你不说我也会的。不过二哥，看你刚才那表情，你真上心了。你管我？除了妈，谁管得了你？我随口八卦的。好，我知道了，送到云家大宅门口。夏小雨，振作，努力奋斗，你是达不到的小强，不要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我今天算是真正的对你有了一些了解。吓到你了吧？有趣。不许使用霸总语录，霸总什么的最讨厌。霸总，那是我大哥，我可不是。
真、阿强，你们回来了！阿真和阿强被你找回来了，你太厉害了！哦，顺手的事，不要太感动。云野，我也想多了解你一些，可以吗？哇，这样把我手粘住了。嗨，晚上就不玩了，我还有要紧事要办呢。罢了，二哥那老骨头怎么可能跟夏小雨谈上呢？不过既然妈妈这么喜欢他当儿媳，就还是我来吧，多找机会先互相了解了解。什么情况？是云霞吗？怎么突然又折回去了？不是云霞。怎么会？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他。真不是，是个小丑。哥几个都来喝酒，今天心情不好，你们多陪陪我，我需要安慰。小儿，哭出来吧，会好受些。妈，我不哭。妈，爸不在了，以后家里还有我不会让您和弟弟们受委屈的。妈知道。云香，以后这个家，妈妈和你一起扛。停车。云太太，都是我们不好，没保护好云先生。你们是夏君生的老婆孩子。夏君生有没有打电话联系你们？没有，已经1个月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怎么可能？我爸车祸死了，他身为司机和保镖却不见踪影，肯定是畏罪潜逃了。对不起，云太太，云少爷，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相信君生的为人，他从来都是以云先生的安全为第一的。以我爸的安全为第一。小儿，妈，夏君生是职业保镖，如果忠心耿耿，那他就应该和爸一起死在现场。小儿，别说了。哥哥，我爸爸他不是坏人，他不是，我不许你冤枉他。老板，根据您国外关系网传来的资料，基本可以断定，夏俊生确实没死，他改了个名字叫复仇，用的是假身份，上周已经入境，就在本市。复仇，复仇。他对谁有仇？难道对我们云家？为什么？当年我爸带他不跑，没有更多线索了吗？他反侦查能力太强了，我们的人跟得很艰难。也正是这一点，更让我确信是他。至于其他的线索，暂时没有。他躲在国外多年，突然入境，一定有原因。从他的行迹着手，看看外围有什么发现。另外，安排好安保措施，要确保我家人的安全。我已经做了安排，也会有2组人跟着您。我就不必了，云野那儿也不许，他能保护自己。夏小雨，你在这个时刻来到云家，真是巧合吗？太好了，都还在。你居然写了这么多剧本，送外卖不是很忙吗？等单的时候我就拿手机写，或者回家了睡觉之前挤出半个小时，积少成多嘛。有试过投稿吗？是我好朋友曹倩帮我投的。曹倩，你认识他？方便我看一下你的剧本吗？还挺好奇你写什么故事。当然可以，除了曹倩，我也没人交流。你帮我看看，指点一下。
这个电影项目是我投的，这是你的初稿，还是曹倩改之后的版本？这是初稿，曹倩会帮我润色，不过修改后的版本，她说需要保密，所以没给我看过。初稿吗？可这已经写得很好了。真的？你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评价吗？我心里没什么底。曹倩在影视公司上班，说我剧本还有点灵气，就是需要她打磨才行。她每次都帮我改，然后分我稿费，每次稿费还行，但我想她应该替我出了不少力。还行，是什么程度？一个剧本给我3000块呢，抵得上我跑半个月外卖。是吗？你这个闺蜜对你倒是挺好。那当然，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您这尊大佛可是深居简出好久没召见我了，有什么事儿直说吧，兄弟我肝脑涂地。向你打听个人，这不是一个电话的事吗？还辛苦你跑一趟。倩影还在你公司吧？哥，有兴趣啊？早说啊，我跟你一块带过来了。人就不用见了，本名是叫曹倩，对吗？是，难得你还记得。就上回那部风卷雪的剧本给你看过，你给点评，风格独特，还投了3000万。现在在后期制作，马上就要上映了，等着拿麻袋装钱吧。我想再投他一步，让他再给我一个剧本吧。行，这样就我爹头上。不喝两杯了。白影后自从上次饭局见过你，对你魂牵梦绕的。忘了跟你说，我在追一个女孩子，帮忙把话放出去一下。好嘞。啊，追女孩子？你这个条件用得着追别人？老大，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妈这份邀请名单有没有遗漏？邀请名单，你60大寿？什么60大寿？小二跟小雨的订婚宴。啊？你先看看，回头我还要问问小雨他家的亲戚，这可是咱家10年来第一件大喜事，必须得隆重。妈，我先问你件事行吗？表情这么严肃，公司出什么事了？没，能有什么事儿？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俊生叔叔。妈一直有安排人找，只是过去10多年仍然音信全无，应该是找不到了。妈，你就从来没怀疑过爸的死跟他有关吗？云霄，俊生救过你爸和你的命，你爸的死虽然成了悬案，但我们没调查清楚之前，不应该给晋生强加罪名。夏小雨是他的女儿。你知道了，我也猜到，瞒不过你。妈，你竟然一早就知道。小儿那天给我的资料上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他就更不应该留在家里。你看，妈，您不会是对晋生叔叔抱有愧疚，才想促成他跟云野这门婚事的吧？这算什么？没那么复杂。万一，我说万一，当年的真相很残忍，你让云野卷进去，我们怎么善后？我经过门口，好像听到你们在说我，什么情况？没什么，公司有些事儿，跟妈去取经。需要我帮忙吗？公司的事儿，妈跟你哥能搞定，你陪好小雨就行了。正好想跟你们汇报，我跟他发展挺好的。云野，对他，你认真的还是不？我有跟哪个女孩子玩过吗？不过他未必看得上我呢。从来没找过女朋友这种事，你得告诉他。毕竟你这个模样，一般女孩子见了都会觉得你女朋友成群的。不是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妈太主动，她故意吊着你吧？老二，你初涉情场，可别上这种小儿科的当。PUA 你把他赶走就行了。他精神世界太丰厚，而我只会挣钱，比起他来，我太俗了。小倩，小雨，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真的？你说有个朋友
马上要开一部电影，听说是大投资，想让我创作一个剧本。我这不是见你每天跑外卖也挺辛苦吗？想让你一块参与一下。感动，小倩，你什么时候都想着我。嗨，谁让咱俩好姐妹呢？老规矩，初稿和创意你来，我负责打磨和对接，然后用我的笔名法。毕竟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人都跟着我来的。好，我马上弄。我争取了3天时间，不是我不心疼你哈，得抓紧，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需要熬夜就熬夜。那必须的，有活干了，耶！钱来钱来，钱从四面八方来。你什么时候来的？在你发疯的时候。哪有发疯？我那是开心。能分享一下吗？我接到剧本了，等挣了钱请你吃甜品。剧本很值钱啊，你就请吃甜品，太小气了吧？我打下手能挣多少？主要还是我闺蜜的笔名值钱，请你吃甜品够意思，不许得寸进尺。怎么了你？没走光。夏小雨，有没有人说过你很笨？我笨？没事了，我给你买了台电脑。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电脑？我这破二手电脑遇到重启就白死了。电脑多少钱？我挣了稿费还你。合作商送的。你刚还说买的。你听错了。走了。不对，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电脑写剧本？阿拉丁神灯啊！小雨，起这么早去跑步？阿姨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跑一跑，一天都有精神。家里有健身房，你可以随便用，别把自己当外人。哟，白霜，自从归隐田园，把公司丢给几个儿子打理，你这气色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就是，当年一口气生5个孩子，我们都说自己找罪受，现在好了，享福了。真气死了！我们忙活这么多年，没结婚，没生孩子，连老了还要操心公司。白霜，你让个儿子给我，继承我家业，让我也享享清福。打住！每次见面都要儿子，趁年轻，你们自己赶紧生去。白霜，这位是之前没见过呀。小雨，周阿姨、李阿姨、王阿姨都是妈最好的朋友，认识快30年了。周阿姨好，李阿姨好，王阿姨好。然后呢，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小雨，夏小雨。儿媳可以啊，林白霜，不生不想就找到儿媳了。其实我也劝他们年轻人多玩几年，不急。可缘分到了，上天安排的最大忙，我能有什么办法？也只能支持了，不是？德行！以前是谁天天愁眉苦脸，担心儿子找不到老婆？现在你倒是不急了。也好，云霄过完年马上奔30了吧，也是时候结婚了。倒是没想到云霄那么严肃，竟然也会追女孩子呢。你搞错了，这是老二云野的媳妇儿啊！云野的媳妇儿？好奇怪，这反应就像云野比云霄还难娶到老婆似的。可我觉得云野明明最讨人喜欢。云家这几个孩子里，我以为云野最难安定下来，没想到最先找女朋友呢。事实就是这么有趣。小雨，家里父母都还好吗？我妈生活在农村，一切都好。爸爸早年失踪了，只有我自己。之前送外卖，抽空再写剧本。这还真是白霜的风格。
要想当年我们几个谁不是白手起家吗？不过我要说，小雨敢当面实话实说，这种勇敢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小雨气质干净，一看就是好孩子。白霜，云也真的像你，眼光也是极好的。我还担心大家会为难我，阿姨的朋友真好。好啦，都别光顾着夸了。你们这些当阿姨的，见到这么可信的晚辈，不得表示表示？好家伙，我就说你林白霜突然叫我们过来，一定不会无缘无故。小雨，我家呢做服装和珠宝生意，回头你跟云野结婚的首饰啊、婚纱啊，都归我出了。这是我名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酒庄的通用会员卡，你和云野享受二人世界，任何酒我都可以免费提供。来，我们加个微信，以后想去哪玩，私人飞机，阿姨随时给你安排好。谢谢周阿姨、李阿姨、王阿姨。小雨，都收下吧。这可是阿姨们的一片心意，不收下，阿姨们还不开心呢。我是不是太着急，让你有压力了？阿姨，我跟云野确实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阿姨都知道的，这些你都先收着，不管有没有用得上的那一天，这些都属于你了。啊，阿姨很喜欢你，这句话跟你会不会成为我儿媳没关系。谢谢阿姨。他驾驶着豪车，义无反顾地撞向那个仇人。这一刻，财富、权势对他都不重要了，他的眼里只有仇恨。喂，偷看别人的稿子很不礼貌，进房间不敲门更不礼貌。怎么我二哥进来都不用敲门？哼，你跟妈一样都双标。找我干嘛？你之前不是送外卖吗？正好我2个朋友过来玩，想请你当向导，带他们去吃点好吃的。听说外卖员最知道哪家馆子干净卫生还好吃。你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借口啊？看出来了。小雨，我是觉得吧，你跟我二哥其实不太登对。展开说说。首先年龄，我二哥都28了，你才22。啊？他28了吗？我看着也挺年轻的。他会保养。你想啊，我都22了，上头还有4哥3个，妈说的对吗？你们很难有共同话题的。你跟他说成老古董了一样。他真是老古董，年轻人玩的他全都不会。我偷偷告诉你，他平时生活可单调了，甚至到无聊，每天就是在他那私人影院一个人看老电影。出远门呢，就是去海上钓鱼，顶多去拉斯维加斯玩扑克。我觉得挺好啊，是不是很享受生活嘛？嗨，哪像我有钱，蹦迪、拳击、赛车。全是刺激运动，所以你觉得你跟小雨更配？那当然。二哥，你什么时候来的？从你说我第一句坏话开始。哇，我可没说坏话，就让二嫂多了解你嘛。什么？酒吧上空发现意外风，我马上过来。笑死我！他不会是你们家捡来的吧？性格跟你们几个完全不一样。不是性格，是智商。外面都在传呢。传什么？生他的时候，护士手没抱住，头磕地上。这太恶毒了，谁传的？他自己。这也挺抽象。这是我几个做影视公司的朋友，回头可以接点编剧的活。不是说送外卖不好，但送外卖浪费了你太多时间，也阻止了你施展才华。才华？我真有那种东西吗？你的剧本写的挺好的，不用怀疑自己。可曹倩是资深编剧，她的评判应该不会错。是人就会犯错，反正试试投稿也无所谓，对吗？有道理。妈，什么？好，我知道了，我不跟你吵了，
家里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我陪你去。可你自己不工作不挣钱吗？也对，你家有钱。不要误会我，我平时也在工作。正好。二少，你前年投资的 AI 项目最近爆火，公司股价涨了3个亿，财报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3个亿？跟我一辈子花销钱，我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挣到了。从那之后，我就没什么人生目标了。翔哥，不是刚赢了赛车比赛吗？咋又蔫了？前几天才喝了顿闷酒，那时候就觉得你不对劲了，一句话也不说。上次纯兄弟局，我打电话叫2个精神小妹过来，请你喝喝酒。我翔哥不喜欢女孩子啊。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我爸今天结婚。翔哥取向正常，只是志不在此。翔哥，到底咋了？说出来，哥们儿替你排忧解难。我心里空空的，好像被谁挖走了一块。你失恋了？都说了他志不在此了，你脑瓜子抽了？失恋？对，我应该是失恋了。你啥时候找女朋友了？没找，就我脑袋里一直有她的影子，但是还能有你拿不下的女孩子吗？对啊，难不成对方是有夫之妇？翔哥也没事儿，那话怎么说来着？找没有老公的对手是全世界，但找有老公的，你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完了，我的对手是我二哥。我操！你是说你喜欢上了你二哥的老婆，你二嫂子？翔哥，你没病吧？原本可以是我未婚妻的，只恨我出手太慢，当时觉得没什么，可现在越想越难受。翔哥，论作死，你是这个，连你二哥墙角都敢撬。是啊，翔哥，你二哥那可是云野啊。但是我得劝你一句话，不要再继续作死，因为这酒吧、你的赛车场还有拳击馆，你二哥都是大股东，所以我才绝望啊！一想到他俩感情越来越好，迟早会在一块吃嘴子了，我就难受。何止啊，他们还会生孩子呢！你二哥的基因不多生几个都浪费了。现在你别说，更想死了。妈，别急，云巅酒店是吗？我马上就到了。好久不见，怎么不见你家那位呢？身体好。表姐，你这金镯子真气派。家里有喜事吗？老沈昨天非要买，带着玩呗。姐，你结婚的时候，姐夫也给你买过一个大金镯，怎么没见你带着？今天订婚宴，男方的父母都来，可不能丢了咱们家族的脸了。你怕丢脸，就不应该叫我来。陈浩和小雨从小一块长大，毕业后也谈1年多朋友了。沈曼突然跟他订婚，算怎么回事？姐，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两情相悦大过天呢。陈浩家庭好，看不上小雨，怎么还怨上沈曼了？哎呀，姐，大喜的日子你别闹脾气，回头外人家说我们家族的闲话，传出去不好听。二妹，当年俊生失踪，云家可是赔了一大笔钱给大姐。我听说你家老沈急着周转，都借去做生意了。你说什么呢？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当时那是大姐支持老沈创业，是自家人的情分。再说了，后来老沈也没少帮衬他们娘俩。那不是支持，是你们找我借的钱，都10多年了，一分没花。姐，今天妈妈大喜的日子，你非要提这些小心的事吗？看我们日子过好了，你也红了。酒店门口来了辆好漂亮的车，听他们说价值上千万呢，不会是陈浩的家长来了吧？这么多年了，当年的场子，今天总算能找回来，一定是我们亲家来了。走走走，姐，我们去看看。我的老天爷，这车得多少钱啊？好几百万吧？沈曼啊，你可真行啊，在城里混得这么开，连开这种车的老公都找得到，我们这些亲戚都跟着有面子。妈妈，你这女婿找得好啊，自己买房子不说，还能开这么好的车，你好享福啦！哎呀，我也不差的好吧？陈浩跟我纯属门当户对。姐，
不是我说你，当年姐夫还在的时候，你是风光压我一头，可现在呢？所以说啊，人这辈子30年河东，30年河西，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当年俊生可是帮过你们不少，从来没有过落井下石。是，你们只隔三差五拿些米呀、油啊、几千块钱啊来羞辱我们家。你居然是这么想的？姐，小雨还没来吗？这对我们家的事儿也太不上心了。送外卖就那么重要？夏小雨，夏小雨，怎么是你？妈，我来接您回去。好，妈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阿姨，您慢着点。他是阿姨，我叫云野，小雨的考察期男朋友。天哪，这帅哥竟然是小雨的男朋友！还考察期呢，说明在追求小雨，小雨还没同意。小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我们回去再说。这什么牌子破车，也太寒碜了，简直不会是他那未婚夫吧？妈妈，等我很久了吧？你就开这么一辆破车来订婚？陈浩，你把我当什么了？妈妈，这是怎么了？我这车好歹也20多万呢。陈浩，你穷成这样还好意思来订婚，要不要脸啊你啊！我呸！跟人家夏小雨的男朋友相比，嘿，就不能放在一块儿比？就是没眼看都。才10来天没见，她怎么变这么漂亮了？夏小雨，你还纠缠我是吧？有完没完了？知道我跟沈曼订婚，就当个野男人来我订婚宴搅局。陈浩，你嘴巴放干净点，侮辱我没关系，不要牵连别人，懂点做人的基本礼貌。大家别被他们骗了，这男的是小雨花钱请的男模，专门骗女人钱的。这车还不知道是哪个富婆借给他开的呢。小雨，今天是你姐大喜的日子，你带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来，像什么样子？你从小就看你表姐不顺眼，想不到挑今天这种日子胡闹。居然是这样，小雨，我真是看错你了。小雨从小一直都很乖的，不可能吧？看那帅哥啊，就不是我们这种老百姓能接触得到的。对呀，除非真是男模，否则怎么可能追小雨？他疯了！小雨这也太要面子了。抱歉，没想到我的存在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跟你有什么关系？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走吧。妈，他们说的不是事实。我知道，委屈你了，孩子。小雨，你不是说想了解我吗？其实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所以我从来不记隔夜仇，一般有仇当场就要报。我在酒店门口等一等。哼，演，继续演，我看你们能演出什么花样。二少，二少，我们酒店是会员制，必须是会员才能免费使用李岩宴会厅，对吧？对对，查一查会员名单里有没有他们。二少，稍等，我查一下。麻烦你们，会员卡能给我看一下吗？查一下会员卡的归属。抱歉，先生，这张会员卡并不是你本人的。不是本人就不许使用吗？哪条规定的？当然可以使用，不过半个小时前，这位王姓的客人打电话过来申请，说是自己的会员卡丢了，也就是说，他的卡要么丢了，要么被偷了。哦，原来是个捡了会员卡过来蹭便宜场地，你是活不起了吗？这种便宜也占。陈先生，我们酒店宴会厅会员3成，既然冒充会员身份，需要补齐另外的7成费用。7成，3万多块呢，我哪还有那么多钱补？不补也没关系，刚才你的话我这里全都录音了，我会让律师团队找你，告你诽谤，导致我名誉严重受损。根据法律条款，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我补，但能不能分期啊？我真没那么多钱。你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妈妈都在，你不会借不到吧？妈妈，
你先借我3万块。不，四万，我以后一定还你，我不能坐牢啊！借钱？陈浩，你还有脸跟我借钱？要不是你非打肿脸充胖子选这个酒店，我们会丢这么大的人？我的脸，我的订婚宴全被你毁了。你现在还想找我要钱，你想都别想！阿姨，你帮帮我，就看在我和妈妈的情分上，先帮我垫上。情分？我们沈家跟你有什么情分？一个连3万块都要借，还要靠女方家接济的男人，我们还要告你骗婚呢！你自己惹的事儿，少连累我们妈妈。小雨，我知道错了。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你帮帮我，求你跟雨二少说情，3万块对他来说就是一顿饭钱。陈浩，在你和苏曼把我赶出我自己买的房子时，我们之间就没有情分了。在你把我视若生命的剧本心血当废品卖掉时，我对你只剩下恨。于总，报警吧。不要报警啊！我找我爸妈。哎呀，曼曼，毕竟是你男朋友，不要这么绝情嘛。陈浩也不容易。就是啊，为了3万块钱不至于，婚还是要继续结的。混蛋！你们这2个狼心狗肺的臭女人，无耻！下贱！老子一片真心就当喂狗了。李总，今天必须让他把钱补了，否则不允许离开这里。是。他到底是谁啊？啊！你们就这么听他的？他是我们酒店的第2大股东。不就第2大股东吗？把你们老板电话号码给我，我要申诉。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为什么？我们老板是他亲哥。我调查得知，夏小姐表姐的父母当年找借口骗走了云家对夏家的所有赔偿，至今未还1分钱。还有这种事儿？夏小姐送了3年外卖，攒了一套2手房的首付，也被她前男友骗走了。叫公司法务去处理一下，把当年的赔偿款拿回来。是。不管当年我爸的死跟夏俊生有没有关系，赔偿款是云家给的，就只能花在夏家，这是原则问题。老毛，夏俊生有消息了。这个夏俊生，反正还有2把刷子，挺难跟的。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获。复仇回国之后，主要的活动范畴集中在月亮区。那是云家的老差。对，按出现频率推断，他重点在跟踪你2爷爷云长风和你堂婶叶秀。继续跟着，搞清楚他到底搞什么鬼。这里很贵吧？我们随便找地方垫下肚子就行了，别浪费钱。阿姨，没关系的，我是这儿的股东，不用花钱。哎，好，今天的事谢谢你了。阿姨，我是小雨的男朋友，做这些应该的。你们真的在谈？我们在谈。妈，你放心，云野对我很好。云野，你姓云是吗？对，云就是我的姓。妈，你怎么了？阿姨，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没有，我就是有些累了，没胃口，抱歉啊。我得赶中巴车回乡下。妈，出什么事儿了？从现在开始，不要跟任何人，哪怕是你男朋友，都别提你爸爸的事，知道吗？提爸爸的事。答应妈妈。好。小倩，剧本初稿我写完了，刚发你邮箱了。这次我感觉特别好。太好了，小雨，你赶紧休息，放心，
就算写的有问题，还有我是你最大的后盾，安心吧。好，有你在最好了。困死我了，我先睡会儿。又熬几个通宵，这么拼命做什么？我得努力挣钱呀，总不能一直厚着脸皮住在云家。就这么想走吗？就这么想走吗？没心没肺也挺好，不是吗？他睡着了，跟家里人说一声，任何人别打扰。是，二少爷。让厨房提前煲上养生粥，温着，他醒了随时能喝。嗯。加点蔗糖，他喜欢吃甜的。好的，我这就去安排。精彩，实在精彩。上次说的剧本写完了。你怎么知道？简直未卜先知啊！哼，快请坐。蒂娜，泡杯红茶过来。不用，聊正事。哥，曹倩刚把新剧本定稿发来，叫《星光之下》，我认真看了一遍，故事构架和人物都很扎实，感觉比上一部《风卷雪》更有爆香，就等你拍板了。你等会儿，我让人打印2份，你也看看。不用打印了，看这个。曹倩的新剧本跟你这份核心情节、人物关系、关键对白相似度超过80%，你从哪儿弄到的？你从哪儿弄到的？继续。好像其中有一些区别，人名换了，一些台词换了，有区别的地方质量变差了。哥，难道曹倩又给你发了一版最新的？你觉得他接触得上我吗？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个版本哪来的？哥，我真猜不到了，总不能是你按照上次那个策划案自己也写了一版，然后撞上了？我说曹倩抄了这个剧本，你没意见吗？我没意见。该死，亏我这么看重他，怎么会抄袭呢？偷别人东西是会上瘾。你是说风卷雪？完了，风卷雪马上就要上线了，回头原编剧要是找上门来，观众会集体抵制的。现在的观众三观可都很正，哥，你救了我的命啊！不过，你是从哪里找到的原作者？你会见到他的，辛苦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给曹倩准备一场盛大的发布会，以1000万级稿酬签他为你公司的头牌编剧。哥，你可真够阴啊！哥，正义，一贯的正义。哼。小雨，饿了吧？来的正好，吃东西了。妈，你多少年没下厨了？今天竟然亲自炖汤，好香！我可算是赶上了。哎，没规矩，这是给你二嫂补身子的，她写剧本辛苦，你凑什么热闹？谢谢阿姨。妈，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亲亲小儿子了？小雨，你坐。老五啊，你没长眼睛啊？给你二嫂盛汤。不就熬夜吗？我天天熬夜也没见你给我补补。这要是二嫂坐月子，你还得了？想让就把你嘴缝起来。
我喝不了那么多，你也喝吗？二嫂，你真好。妈，你不疼我没关系，我有二嫂疼。云野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有正事要办，不回来吃晚饭了。阿姨，我没找他。二嫂，以后啊，二哥不在家，你就叫我回来陪你，都一样的。汤喝完了没有？喝完了赶紧滚啊！去跟你那些狐朋狗友玩去，我看着你就烦。妈，我又做错什么了？是妈错了，妈就不该生你。你二嫂有二哥陪就行了，有你什么事儿啊？二嫂，你管管妈，现在这个家里就你能管她了。凭我，怎么能加入这样的家庭？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只是这场梦，我突然希望能晚点醒。跟你预料的几乎没有区别。这个曹倩，拿着别人的血，把自己喂得挺肥。约他见面吧。哥，我看你是真生气了，你可得忍着点，我怕你失控，会出大事的。约吧。曹倩，这位就是星光之下和风卷雪的主要投资人，云逸，云二少。云二少，久仰大名，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还这么帅。我是曹倩，笔名倩影，一直想感谢您对风卷雪剧本的赏识。云总不喜欢太多客套，聊正事吧。曹倩。云总很关心新剧本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担心版权纠纷什么的。云总您放心，《星光之下》是我呕心沥血独立完成的原创剧本，绝不会有那些问题。你再说一遍，确定是独立完成？当然，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甚至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我反复推敲，绝对比《风卷雪》更精彩，更有市场潜力。我有100%的信心。很好，很自信。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为剧本付出了那么多，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自己写的剧本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我的心血。创作过程虽然艰辛，但为了观众的喜欢，哪怕我写死了都值得。他很不错。签约发布会好好办。签约发布会，周总，云总这是认可我了。是啊，认可你了。准备好吧，曹大小姐，你的人生巅峰马上就要来了。周总，云少这么年轻有为，应该有女朋友了吧？曹倩，他不是你能觊觎的人，好好准备签约的事。云二少是云家最神秘的存在了，竟然肯见我，这不是对我有意思还是什么？世家子弟就是喜欢装矜持。大哥，那照片是二嫂？不是吧？你也对她感兴趣啊？有屁就放，我没闲工夫给你扯淡。最近是怎么了？我水逆吗？在哪儿都挨吗？没事，赶紧滚吧。大哥，我真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商量。说吧，要多少？这次我不是要钱，是投资。换个名头跟我玩心眼呢？哎呀，我只是想买个影视公司玩玩。你知道一家影视公司要多少钱吗？你反正有钱嘛，要不
要不你让我去你旗下的影视公司当个高管也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真正的用意是想来旗下分公司上班。学你跟二哥玩了下小心眼，云家的传统艺能不能丢，你就同意了吧？难得我想做点正事，妈肯定也会支持的。告诉我原因，我可以考虑。人总是要成长的嘛，你跟二哥都那么能干，三哥四哥也都有正经工作，就我一个人拖后腿，老让别人说，我也挺没面子的。行，你这话很有道理，我同意了。谢谢大哥，还是大哥对我最好。那我先走了，明天我去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说，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去了那边不能做夏小雨的剧本项目。这为什么？你对二嫂有意见啊？别给我扣帽子，我只是纯对你有意见。二嫂天天熬夜写剧本，我看着心疼，总得帮帮忙。你二哥是吃干饭的，用你帮忙，少添乱。二哥天天神出鬼没的，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帮二嫂。帮没帮都没你什么事。当初怎么不站出来让他当你女朋友？现在开始心疼，早干嘛去了？我忙，走吧。夏小雨，你倒挺有本事，把老五耍得团团转。老二，当初你站出来是一见钟情，还是早就知道些什么？夏小雨，别这么矫情行不行？不就3天没见着吗？有什么好联系的？曹倩来啦，怎么这么慢啊？我坐公交来的。这是你的新车？有空了我带你去兜风，让你也享受一下。不过今天不行，我找你有正事。怎么了？这次的甲方特别难伺候，非得让我跟你补一个协议，还得尽快交。这是你新剧本的稿费，一共6000块，至少让你能吃3个月饱饭了，比送外卖强多了吧？好多啊！写剧本有前途。你肯定出了很多力，我们1人1半。那我接了。对了，还要走个合同。以前没走过合同，怎么突然要走？我先看看。不用看了，就走个形式，我还能骗你不成？你签个字，我还得赶回去改剧本呢。这次要改动的地方特别多，时间宝贵。小倩，这条是不是签了以后剧本彻底跟我没关系了？哎呀，你想多了，这么多年好闺蜜，我哪次坑过你啊？小倩，陈浩骗了我，我真的不能再接受别人的欺骗了。我知道的，钱财是身外之物，但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这点我绝对不会忘记的。别说话，我在你附近，找个借口把合同带走。什么？房子进水了？好，我马上来。合同还没签呢。合同我会签的，但我得赶回去。没事，就算你看了所有合同条款，你也会签，毕竟你就那么笨。我带你去个地方。出什么事儿了吗？小雨，你信任我吗？当然。你在闺蜜和我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我，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啊？
小雨，这份合同你仔细看过条款了吗？看了一些，觉得不太对劲。这份合同的核心条款实质上是一份权利买断同意书，一旦签署，你将永久性丧失这个剧本的一切权益，然后权利归属曹倩。看看曹倩的真面目。在跟你合作剧本之前，曹倩也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我没想到，连他也这样对我。你不应该悲伤，而应该愤怒。什么？去把属于你的一切拿回来。我的一切？你还不知道，你拥有的一切有多耀眼。曹倩，准备好了吗？媒体和嘉宾都到齐了，今天这场面可是公司为你精心准备的。周总，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公司和二少失望的。其实也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应该的，你可是我们公司未来的头牌编剧，星光之下潜力无限，加上风卷雪即将上线，这是双喜临门。等会儿上台，好好享受你的高光时刻。谢谢二少，还有周总的抬举和栽培。看着你真悲哀，但谁让你惹了那个人，我也无能为力。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才华横溢的编剧风卷雪和星光之下的编剧曹倩小姐。谢谢大家，谢谢公司，谢谢周总，也特别感谢投资人云野云二少的赏识。能站在这里，我很激动。但我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我有今天，有我自己没日没夜的写剧本，也脱不开干系。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努力的人，这句话让我们共勉。感谢曹倩小姐，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她对创作的真诚与热爱。我们公司将以1000万年薪聘任曹倩小姐成为我们的全职编剧。天哪，1000万年薪，曹倩小姐这是一夜成名啊！编剧行业的新星太猛了，一定明天新闻的头版头条。写作真的这么挣钱？我也想写。夏小雨，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夏小雨，你怎么在这里？今天邀请各大媒体朋友过来，便是想各位见证，一个靠抄袭、不，直接复制粘贴、剽窃他人作品而获得名利的人，究竟会是怎样的下场？不要，云二少，周总，你们要干什么？我没有剽窃别人的作品。经版权机构鉴定，曹倩的作品对夏小雨创作的作品构成了严重抄袭，高达90%的内容出合度，甚至台词一模一样，没做任何修饰。另外，曹倩在获得风卷雪的300万剧本费之后，大肆用于购买奢侈品、豪车，资料全都发到各位手机。天啊，90%，这是赤裸裸的复制粘贴啊！他还侵吞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太恶心了，还在这儿装独立女性，荒谬！这完全是污蔑，是有人故意陷害。小雨，是你对不对？你嫉妒我写剧本比你好，生活过得比你好，你就打击报复。我们20多年的好朋友，你竟然这样对我！曹倩，那份要求我永久无偿放弃所有权利的买断合同，是你亲手递给我的。你说好朋友，用我的稿费买奢侈品、住大平层的好朋友吗？我说那些钱是我自己挣的。小雨，我知道你一直羡慕我的生活，但你也不能编造谎言、颠倒黑白啊！
曹小姐，看来你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夏小姐原始文档的创建时间戳和技术鉴定报告，远早于你提交剧本的时间。不是，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合伙搞我，夏小雨，我拿了你的剧本又怎么样？没有我，他们根本卖不了那么多钱。一个送外卖的，心理扭曲，见不得我好，只让我恶心，我呸！云野，我们走吧。好。来人，把他带走，送去警察局。你们到底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夏小雨，这是公司最高级的编剧合约，专属的。以后你的剧本，公司优先投资，资源倾泻。这是风卷雪追回的300万稿费，以及星光之下预付款100万。我去，2个剧本挣400万！二嫂，你太强了！二哥不愧是投资人，眼光太毒了。看来二哥这次的投资回报率惊人。恭喜小雨，这是你应得的。小雨，我喜欢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那个，我以为我们早就是了。好，太好了，妈就等着这一天呢。完了，这下我是真的彻底没戏了。但愿父辈的往事不要成为他们的结束。小雨，我等了你几天，可算等到你了。新闻我看了，恭喜你成为年薪1000万的编剧。让开！别装了，小雨，我知道你委身于一个富二代，都是为了气我，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我承认你做到了。现在我回来了。陈浩，你脑子有病，就去精神科看看。小雨，别闹了，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我就不信你说放下就能放下。你跟那个姓云的在一起，不就是想报复我？夏小雨啊，你别给脸不要脸！除了我，谁会真心待你？云二少就是玩玩，只有我才是真心想跟你过日子的人。小雨，我约了周颖，咱们去看看婚纱。好。你们要结婚了？哼，陈先生，好自为之。下次再见到你骚扰我未婚妻，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吃了一天婚纱，比送外卖还累，但吃上一个3块钱的冰激凌，又开心多了。别动。就你这个消费能力，我挣的那些钱，你什么时候才能花完？为什么要花完？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挣的肯定要花完，否则不白挣了吗？有道理啊，走。干嘛？去花钱啊！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麻辣烫，今天必须让你出一波血。好家伙，怕不是要花100多啊？云野，云野，
叶青，真的是你？从没想过你会出现在这样的大街上。那可能是因为你跟我接触太少。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朋友夏小雨，叶青，我堂婶的外甥女亲戚。叶青姐好。夏小姐，你好。不能叫姐，论年龄，她还叫我二哥呢。按理，她该叫你二嫂。叶青，你说吧。对，二嫂好，你们慢慢玩，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叶青竟然回国了，长辈终究还是要插手。走，去吃麻辣烫。前女友？看出来了，顶多算他暗恋吧。不过你放心，我对他根本不来电。为什么？看着挺优质的女生。哪有什么理由，就是没感觉嘛。那你一开始对我就有感觉吗？当然，那天你穿着外卖服，我只看了一眼，就让我有种冲上去撕碎的冲动。别跑啊！今天叫你们来，只为一件事：云野和那个送外卖女人的恋情必须立刻终止。夏小雨。什么？她叫夏小雨，不是什么那个送外卖的女人。我相信，如果有人说您是看大门的男人，您也不会开心。云野，胡说什么？我爸什么时候给人看过大门了？这小子怎么会知道我40年前的事？我只是打个比方，唐叔，你着什么急啊？没大没小，无法无天，难怪会找女外卖员当女朋友。她叫夏小雨。我好歹现在是云家的嫡长子，你们这什么意思？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好了，聊正事儿。长风说，小雨是个好孩子，老话说得好，娶妻娶贤。我赞成我儿子跟他结婚。白霜啊，你就是太心善，但老话也说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社会底层的女孩子心思深着呢。我们云家这样的门第，多少女人挤破了头往里挤，谁知道会用什么手段来假扮良善？二婶，您怎么会对这种龌龊的心思如此了解？难道当年你嫁给堂叔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的？云野，你说什么呢你？拿我跟你女朋友比，他配吗？秀儿说的在理，云野，你是我们云家最出色的孩子之一，你的婚姻必须是强强联合，为家族助力，而不是找个拖累。我已经为你选好了最佳人选，叶秀的外甥女叶青，要家世有家世，要能力有能力，和你正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长风爷爷，我弟弟们的婚姻什么时候竟成你手中的筹码了？云霄，你是位大哥，应该更懂事才，家主都是为了你们好。那个夏小雨，她能给云家带来什么好处？叶青能带来的，是她几辈子都挣不来的。云野需要别人给他什么？他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多了。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云家，为了我好，那么请问，一个连自己儿媳都选不好，导致你们这一支马上就要绝后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我该选择谁共度一生？云野，你放肆！你这个混账！快说，我的儿子还轮不到你们来骂，也轮不到你们来管教。我是这个家族的族长，我没资格，谁还有资格？你个外姓妇人想造反啊！长风爷爷，我们晚辈爱你几顿事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是麻烦不要这样对我妈说话，我只提醒这一次。我的妻子只会是夏小雨，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妈，大哥，走了。云野简直就是他爸活生生的翻版，太可恶了！当年如果连同他……闭嘴！闭嘴！你口不择言，作死不成！林白霜这几个儿子的婚事，如果我们掌控不了，云家的下一任家主就一定在他们家了。爸，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此事
云霄和云月站在一起，很难处理。家主查到了，夏小雨的父亲是夏俊生，当年那个失踪了的保镖，那可是悬在我们心头的一把刀啊！失踪15年，多半是死了。对，倒是可以利用这点做做文章，找点证据，把当年的车祸悬案做成铁案。夏俊生就是凶手。夏俊生是凶手？他必须是。跟了我半个月，忍不住找死是吗？呵呵，果然被发现了吗？是我老板想见你。我对你老板没兴趣，让开。夏俊生，逃亡15年，你应该要对我爸的死给一个交代了。你是云先生的大儿子云霄，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你的女儿夏小雨，现在在我手里。恭喜啊！真是恭喜！彩娘好合啊！对啊，看他们俩真般配。说一位，看这家花艺确实不错。订婚仪式马上开始，现在你们几个当弟弟的还不表示表示？谁先来？给你们二哥二嫂送上订婚宴的礼物。我二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辆限量版跑车，在你写剧本没灵感的时候可以去跑几圈。还有，告诉二嫂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以后专门拍二嫂的剧本。谢谢老五，不过我还没驾照呢。这容易，以后我教你考驾照。有你什么事儿？自己找个女朋友去。二嫂，这是我医院的终身 VIP 体检卡，还有为你量身定制的营养方案，会有一支20人左右的专业团队随时为你服务。谢谢。不对吧？本来身为云家的一员就享受这些服务，老四，你送礼物得花点心思呀。二哥，我的礼物其实是送给你的。我们医学研究院最新研究了一款男士功能药，比用艾可更持久，你可以永久免费领取。好你个老四，活腻了是吧？你不要就不要，骂我干嘛？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没什么，云朗说等我们以后有了孩子，负责帮我们带。真的，云朗，谢谢你。应该的。二哥，我恨你，你知道我最讨厌小孩了。吃东西，你以后千万别求着我要。我身体很棒，用得着你那玩意儿。二嫂，这是我在国外购买的一座小岛，岛上养了些可爱的小动物，以后就送给你了。小岛，那可是几个亿才能买到的东西啊，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也没花多少钱，帮一个朋友打了场官司，他送的。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小雨，你就收下吧，是老三的一片心意。我这个当妈的呢，没什么好东西送，送你5个字吧。妈，你这也太敷衍了。这5个字就是家和万事兴。好。不对呀，大哥呢？人不在，礼物也不在。小雨，安心些，你大哥今天一定会来的。夏小雨，你愿意正式成为我的未婚妻吗？当我张开双手拥抱风，就像愿意进入被光合作用。我不同意，我以云家家主的身份宣布，什么人啊？这场宴会不能作数。什么情况？长风叔，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我的婚事轮不到外人来插手。林野是云家子孙，婚姻大事岂能儿戏？这个夏小雨的父亲夏俊生，当年就是害死你父亲的叛徒，让这种人的女儿进门，你让你父亲在九泉之下如何瞑目？什么？怎么可能？小雨，别急，这都是他们片面之词。云野，长风爷爷是为了你着想，我们才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你不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了。就是一个叛徒的女儿，龌龊基因，难怪爬得这么快。空口白牙，你们做事就凭一张嘴巴。今天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叔若拿不出证据，别想善了。这上面就是夏俊生当年杀害大哥之后逃亡途中留下的遗书，上面如实供述了因为他常年赌博输光家产，找大哥借钱，大哥反而骂了他一顿，他内心不平衡，于是决定报复杀人的事实。
少编造瞎话，我爸从来不赌。你爸失踪那年你才7岁，你记得什么？这上面的字迹经过专家鉴定，就是夏俊生的笔迹，具有法律依据。夏小雨，你爸杀了云野的亲生父亲，还好意思嫁给他，你还要不要脸？云野哥，算了吧，家庭恩怨是婚姻无法跨越的障碍。无论你们怎么说，我云野势必会娶夏小雨为妻。云野，云家家族利益为上，你在这个时候还要胳膊肘往外拐，与整个云家为敌吗？我真佩服你们的勇气，竟在我二弟订婚礼上撒野。云霄，你来的正好，你们家一直是你在当家做主，我相信你定能明辨是非。哼，二哥，这种小场面，其实我还搞得定。大哥，我爸不是坏人。我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老二，今天是你们的订婚宴，身为大哥，没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出手替你们解决一点小麻烦还是可以的。大哥一向对我都很冷漠，今天倒是与往常不一样了。堂叔，你说夏俊生是叛徒，夏俊生此刻就在现场，我倒想听听他的。夏俊生早就畏罪自杀了，云霄你护短可以，也要讲点道理。畏罪自杀？我想问问，我夏俊生到底犯了什么罪？不可能，夏俊生，你失踪15年，怎么可能还活着？爸爸。云海必须死，我给你100万，必须杀了他！你们怎么敢呢？长海是你们的堂哥，是云家的中流砥柱，你们竟然拿这段假录音骗谁呢？你要早就有这种证据，为何15年都没见你拿出来治我们死罪？15年前，我和云先生出差当晚，被一辆货车撞上，云先生当场死亡。我侥幸幸存，感觉蹊跷之下，我追击货车司机，但没想到对方竟是职业杀手。我一路追寻，从本省追到边境，又追到国外。这些年来，我隐姓埋名，为云先生寻找真凶。直到半个月前，我联合国外警方捣毁了职业杀手的老巢，才拿到这段录音。随后才回国，继续收集证据。我已经联系上国际警方，将夏叔叔在这些天收集的资料提交。当年杀害我爸的凶手已经招认，不日将引渡回国。你们3个杀人凶手还有什么话要说？叶笑啊，这都是叶秀一人的主意，跟我没有关系啊！对，都是你堂嫂背着我们干的，我们是无辜的。真是2个没用的废物，敢做不敢当。当年我怎么就瞎了眼，嫁到你家？我既不成，乃天命矣。我服，我认。林白霜，有时候我真的嫉妒你，你嫁了个好老公，还生了几个好儿子。走，爸回来迟了，但总算见证了你的幸福。孩子，去吧，云野还在等着你。俊生，这些年辛苦你了。如果没有你，云海的冤屈恐怕一辈子都难昭雪。在明知小雨是我女儿的情况下，夫人还敢让她跟云野订婚，我便是死在追寻途中，也能瞑目。要论起来，是云家亏欠你们夏家太多了。云海如果还在，看着这一幕，该有多开心。